我叫楚北辰，是楚氏集团的大少爷，因一次意外被困8月8号凌晨。在这里，无论我做了什么，到了午夜12点都会成真。在这1000年内，我成功学会了别的相信金融、商业投资、武术等各种技能，并了解经营8成以上的人和事。可惜我依然无法动。今天就是不在房里。大少爷玩得很开心啊，但是我听说大少爷是性无能。你想试试？我可是你弟弟的女朋友，你敢吗？你看我敢！你不是性无能吗？怎么这么强？没想到精灵高高在上的冷艳女神，私底下这么饥渴。你混蛋！这不就是你们想要的吗？楚天佑派你来勾引我，等我脱得一干二净，就翻脸拍照公之于众，让我身败名裂，不是吗？这里面有你想要的所有视频，好好看。这个废物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妈，楚北辰那个小杂种竟然天真的以为韵儿会喜欢他，待会儿我就过去让他明白，他永远就是个贱种。一个死了妈的可怜虫，你跟他浪费什么时间？我只是要他清楚，他永远只配做我的一条狗，摇尾乞怜，尚可生存。夫人，不好了！怎么了？苏韵小姐被大少爷欺负了。什么？我对你挺满意，可惜还有10秒钟就是午夜12点了。今天发生的一切都会重置，你也会忘掉今天发生的所有东西。什么意思啊5、4、3、2、1。我脱困了，我脱困了，我脱困了，我脱困了。按照事情接下来发展，楚天佑应该会穿着一件格子西服，拿着高尔夫球杆子过来找我，因为我对你做的这些事情，扬言要打我。你以为你是神啊？预测楚北辰，这么准？你看，你敢动我女人，我弄死你！少爷跟你说话呢，你聋了吗？楚天佑，我小妈许兰芝的宝贝儿子，他母亲不仅害死我妈，就连他楚天佑也从小就欺负我，对我百般羞辱。以前被困时，我杀他1万次也没意义，现在我脱困了，我要好好跟你玩。这不就是你们想要的结果吗？你的女朋友很帅，这东西我弄死你！打我！打你怎么了？我是楚家的长子，第1顺位继承，打你理所应当。我是你兄长，你目无尊长，我打你是教育。小子今天怎么了？以前被我打成那窝的样子都没反抗，都疯了！我用得着你楚北辰来教育我？叫什么？楚北辰，你叫什么？楚，再叫一个。大哥，道歉。别打了！心疼啊？是，他是你弟弟。如果你真把他打伤了，许夫人她不会放过你的。你在教我做事？妈，你来的正好。许兰芝伪善的贱人，害死我！
就为了让楚天成当上继承人。接下来我会抢回属于我的一切，我要让你们付出惨痛的代价。北辰啊，你们是兄弟，要和睦相处，不要打架，知道吗？我刚刚打了你宝贝儿子，你恨不得把我打死吧？你在说什么胡话？你也是我的儿子呀！徐南志，别装了，从小就有意引导我，纵容我成为一个只会惹是生非的顽固，在外边装作一副慈母的样子，其实背里是一个蛇蝎心肠的女人。这小杂种怎么全知道？而且还一改从前的软弱胆小，不仅打伤天佑，还敢跟我顶嘴。楚北辰，我对你万般的包容视为己出，你却在这污蔑我。你打了天佑还有理了是不是？你宝贝儿子目无尊长，出言不逊，还要动手打我。你当妈的管不好，那我当兄长的就有义务也有必要去管一管他。明明是你先欺负了苏韵，还打了天佑，现在却在这倒打一耙，口无遮拦，你就不怕我告诉你爸吗？我爸？别说我打他，我杀了他又能怎么样？你简直不可救药！现在马上跪下来给我儿子道歉，我可以既往不咎，否则别怪我不客气。楚北辰，你又想干嘛？楚北辰，跪下了，道歉吗？我是让你道歉。我字典里没有道歉这两个字。好，我告诉你爸，让他来主持公道。楚北辰，你给我等着，我一定会让你生不如死。你真的被困在8月8号1000年，可是今天是8月9号了，你怎么会知道今天发生什么事情？这1000年我经历了无数次相同的事情，我当然知道。你没资格向我提问。逆子，过来见我！弟妹，刚才还没尽兴，洗干净等我回来。哼！找我干嘛？逆子，你知错吗？楚国雄，你当年为了鸡图而攀上这个女人，你跟她偷情，间接害死我母亲，这件事我慢慢跟你算。我何错之有？你侵犯你弟弟的女友，对你许妈，你毫无尊敬之意，甚至还把你弟弟搞成这样，你想我怎么处罚你？我猜猜啊，无非就是让我跪着给他道歉。如果我不干，找一帮人痛扁我一顿，冻结我的资金，断了我的社交，更严重点，让我滚出楚家。既然知道，还不赶紧给我滚过来跪下，给你弟弟和你许妈认错！我没打死他不错了。您听见了吗？他要打死我！小兔崽子，这么多年对你太过放纵，你如此偏执狂妄，是想让我把你逐出楚家吗？老公，算了吧，我们都是一家人，不要动怒，保持美好心情有利于身体康复。兰芝啊，你还是那么善良，但是这小子太过分了，不惩罚他，我就亏欠我们的天佑，也对不起你呀。不如这样吧，天佑现在一心一意为公司，这些年也做出了不少的成绩。而北辰呢，他无心打理财团的生意，不如把北辰妈妈的股份交给天佑，这也算是对天佑的一种补偿。天佑，站起来！爸爸问你，你是怎么想的？我是您儿子，您说什么我都听您的。好儿子，爸爸没白疼你啊，就这么定了，还不赶紧滚过来！谢谢你许妈为你求情。演真好。那是我妈给我的股份，此刻谁也别想动。你真想让我把你逐出楚家吗？你不会那么做的。上个月你投资房地产亏了20亿，3天我帮你赚回来这20亿，多给你赚15亿。什么？你也太看得起你自己了。如今房地产的水有多深，你知道？老爸的经验这么深，都亏了20个亿，你是觉得你比老爸还会投资吗？北辰，你别在你爸面前乱说话，赶紧道个歉。我从来就没有做错过事。你不是想让楚氏财团的房地产项目成为金陵的第一吗？只有我能做到。我的想法从未告诉任何人，这小子怎么知道？吹牛谁不会？全金陵谁不知道楚家大少爷是个整日只会惹是生非的纨绔？更何况如今房地产行业衰退，如果再进行投资的话，大量资金将会打水漂。
你们不行，不代表我不行。你就这么肯定？你有别的选择吗？爸，您不要相信他。如今房地产投资近几年的集团全都是血亏，他根本就做……好，我就给你这个机会。3天35亿，这怎么可能办得到？要是做不到，你被赶出楚家怎么办？你才做了3个小时，我的女人就担心我了。那人家已经是你的女人了，肯定会担心啊。你不是喜欢楚天佑吗？楚天佑哪有大少爷男人啊？我喜欢大少爷。看你小嘴这么会说话的份上，当我秘书吧。啊？明天去帮我买块地。什么地啊？明天你就知道了。趴下。啊？站住！听说你花了3个亿买了麦龙滩 A 区啊？是。你不会是想用那块破地方来证明自己吧？不行吗？你真是没救了！麦龙滩 A 区就是个破水沟子，金陵那么多投资商不投，你却要去投，真是蠢死！二少爷，韵儿，你对大少爷的了解，仅仅是冰山一角，还是不要妄下结论吧。大少爷，睡得怎么样？啊，介绍一下我的新秘书，同时也是我宠物。哦，你竟然侮辱韵儿！大少爷没说错，我就是他的宠物。爹，谢谢你啊，送我个这么有趣的女人。放肆！一大清早的，你们2个兄弟就在这吵吵闹闹，成何体统？爸，他胡闹，他瞎投资，花了3个亿把麦龙滩 A 区给买了。就是之前金陵那个出了名的臭水沟子。对，金陵那么多好地方他不买，非要去投资那儿，这传出去，别人不得笑话死我们？我原本就不该对你抱有希望。北辰，咱们都是一家人，不要再犟了，给你爸道个歉，认个错。那是你们没有眼光。你有眼光，是在证明自己有多废物是吗？既然你们都不信，那不如我们打个赌。赌什么？就赌3天之内，麦龙滩 A 区的价值翻10倍。楚北辰啊，楚北辰，真是愚蠢至极啊！这么一块破地，你想要它值30个亿，简直就是痴人说梦。你这孩子就别再犟了，老公。虽然3个亿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大钱，但我们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这样毫无意义的投资，会让我们成为业界的笑话。还是追回投资，及时止损吧。兔崽子，你不懂就好好学。麦龙湾 A 区那块地皮，在我们金陵房地产界有众多的专家评估，那就不是一块值得投资的地方。那就不是一块值得投资的地方。快给我转手了！一句话，赌不赌吧？你是要气死我！爸，你别生气。楚北辰，你既然想赌，那我就陪你玩。你要是输了怎么办？我要是输了，我妈留给我的遗产归我；但要是我赢了，你在星途汽贸总裁的位置给我。好，一言为定。我倒要看看3天时间你什么水花。那咱们俩就进点水花，淹死他！大少爷好厉害，一杆进洞。大少爷，球摆好了。才2天你就腻了？别人有的我也有啊，你干嘛不看我？当宠物就好好当，没资格吃醋。吴北辰，我们家少爷说了，3日期限已到，打赌是你输了，还不赶紧滚回去，跪在少爷面前认错？跟大少爷说话你什么态度啊？对一个废物，我要什么态度啊？楚北辰，你聋了吗？楚天佑给了你一点权利，你这个当狗的真以为自己是人啊？我是2少爷的人，你要干什么？住手！爸，您看他干的好事儿，他跟我打赌输了，我叫我手下的人叫他回去，他就把我手下人打成这样。混账东西，简直无法无天了！我就是教这只狗什么叫规矩。别那么多屁话，你跟我打赌已经输了，这3天时间投资麦龙滩 A 区的3个亿，一个子儿也没赚着。距离咱们打赌的3天时间，不是还有9分27秒？
投资麦龙潭 A 区那个鬼地方就注定了不行，又纠结这十几分钟有什么意义？3天前，麦龙潭 A 区的确是个臭水沟，但我早就得到消息，麦龙潭 A 区会被规划为新都新区，未来的10年将会建设成金陵最繁华的商业。你是从女人的胸脯上得到的消息吗？麦龙潭 A 区那个鬼地方，怎么可能纳入新城新区的计划？北辰，你是不是搞错了？这种消息连你爸都不知道。因为这是机密中的机密，连我和我爸都不知道的事，你怎么可能知道？是与不是，几分钟以后你便知晓。几分钟之后，如果没有任何消息，你又如何？任凭处置，任凭处置。那本少爷再给你10分钟时间，韵儿，如果这段时间你弃暗投明的话，就既往不咎了。不了，为什么？你不及大少爷的1/10。我喜欢大少爷，而且大少爷不一定会输。好，好得很，一个被本少爷玩烂的女人，还不稀罕？大少爷，你别听他胡说，他都没碰过我。我知道，第一次都是我的，我怎么会听他瞎说？够了，时间已经到，没有任何的消息，你马上把你妈的股份转给天佑，以后不许再插手楚氏集团的任何事情。老公，别生气，注意身体。北辰，看把你爸气成什么样子！楚北辰，别在这装傻充愣，浪费时间了，赶紧执行，否则就要采取措施了。我看谁敢！王瑞博，负责人，他怎么办？我们已经决定把麦龙滩 A 区划为建设，将修建最繁华的地方。什么？我们已经决定把麦龙滩 A 区规划为新都区的建设中心。今日到此，只为宣布这件事。你先忙，我先告辞了。去吧。神投资啊，神投资！麦龙滩 A 区已经被纳入新区，咱们这次投资啊，整整翻了10倍。是不是被楚北辰收买了，故意骗我的？二少爷没有啊，这件事情在网上热度很高，你可以自己看一看。告诉我，麦龙潭 A 区只是个臭水沟子，为什么规划成了新都新区的建设中心我也啊？不知道啊，只知道金陵住建部门的总负责人王瑞国突然决定的。这件事影响太大了，公司高管都在赶往你家。给我查案，有消息马上通知我。北辰啊，居然被你办到了！一个人尽皆知的废物，怎么可能知道我和我爸都不知道的消息？而且你还认识金陵住建部的总负责人？我中你，弟弟，你输了。我没输，毫无能力的废物，怎么可能这段时间狂赚35个亿？绝对有猫腻！这么重要的人物，你是怎么认识的？还不快解释解释！解释，本少爷一生行事，用不着跟你解释。你这孩子，就算是做出一点成绩，也要谦虚。谦虚？什么是谦虚啊？吵吵闹闹像什么样子？别卖关子了，你到底是怎么认识的？我不方便说，我自然不可能告诉你，我是被困8月8号1天内了解到的这些绝密消息。我所认识的人，了解的事，远超你们的想象。爸，他不说就是有问题。好了，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爸，好了。哎，等会儿，你还想干嘛？好弟弟，愿赌服输。星途汽贸总裁的位置让出来吧。做梦！你想赖账？我可没说赖账，我用别的东西跟你换。我就要新汽贸。不可能！你楚天佑越是在乎的东西，本少爷就越是要抢过来。更何况我被困的1000年里，了解到汽车行业将迎来一次重大事件，如果把握住，到时候躺着都能赚钱。愿赌服输，这有什么好争的？明天北城接手星途汽贸。谢谢爸。恭喜大少爷大获全胜。也就是开始，什么意思啊？楚天佑欺负了我这么多年，许南之又害死我，必须要让他们2个付出代价。所以是许夫人害死了你母亲？没错。所以我要让他们母子2个所有。不过许南之也就是个傀儡罢了。傀儡？金陵4大财团你知道吗？我知道，许楚王张4大家族掌握了金陵所有的经济命脉。许氏财团，也就是许南之的娘家，他害死我妈，
除了想嫁给我爸以外，更重要的目的是打入楚氏财团内部。要不是我爸有点手腕，现在楚氏财团已经改姓许了。所以你的意思是，杀死你母亲的凶手是许家真正的掌权人？对，先干掉楚天佑跟许明之，再掌握楚氏集团的掌控权，我才更有资格跟许氏集团对抗。大少爷，我相信你肯定会做到的。我现在有点火大。今日我将辞去星途汽贸总裁一职。啊，楚总，好好的怎么突然这样？就是啊，楚总，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麦龙滩 A 区被改造为新城新区建设中心这件事情，你们都知道吧？我听说是楚氏财团拿了所有地皮，这一举神投资让楚氏财团成为金陵的房地产第一。这个投资是我做的，但是我大哥楚北辰用了卑鄙的手段办了个功劳墙。什么？由于我公司事务繁忙，缺少了对我爸的关心和关照，楚北辰又用了卑鄙的手段讨得了我爸欢心，所以我爸决定让楚北辰来接手新土汽贸。这也太过分了！这种卑鄙而又无耻的人也配接手公司吗？就是新土汽贸在楚总的带领下蒸蒸日上，如果因为这样的人接手公司而毁了公司，我坚决反对。林经理说的对，这个人太卑鄙。对，我也是大哥的。心情我很理解，但是我大哥楚北辰接手新图汽贸这一事，已经是板上钉钉。楚总，你才是我们认可的总裁，我不答应一个卑鄙而又无耻的人来做我们公司的总裁，你们说对不对？对是吗？对，就是。我看谁反对。谁反对？我反对。只有二少爷才有能力做星途汽贸的总裁。你哪位啊？林峰，星途汽贸的销售副总。你想接手星途汽贸，我不答应。你被回家了？什么意思？你被开除了。我是二少爷的人，你凭什么开除我？就凭现在这个公司是我的。二少爷，楚北辰，你这招杀鸡儆猴没有用，只要我在这一天，就一天是正的。你敢在公司动手？我再问你一遍，我有没有资格？你没资格，公司是我的，你有什么资格？我跟你说过，别没大没小的。你，楚北辰，妈，干嘛？我也是楚家儿子，杀我！我杀了你，唯一的儿子，你猜他会不会宁愿绝后也要在你面前杀我？我在这里问你一遍，你有没有资格？乖吗？楚北辰，我以为你不怕死呢，水枪也怕。下次见到我，你要是再这么没规矩，就真把你超度了。现在这个位置是我的，现在这个位置是我的，现在我是星途汽贸的总裁。大少爷，我错了，我在星途汽贸奋斗了13年，我坚决不反对您接手公司了，求您了，不要开除我。完了，大少爷，求您了，你不要开除我。弟弟，你看现在这些人还是你的。楚北辰，今日之仇，我要你血债血偿。走着瞧。现在谁反对，要走可以直接走，留下来的人双倍工资。恭迎大少爷接手公司。我反对，我反对。张小婉，张氏财团的千金大小姐，刚从海外深造回来，不想依靠家里，所以来星途汽贸工作。他们怕你，我不怕你。像你楚北辰这种能力不行、品行极差，不配做总裁。我今天就辞去星途汽贸副总一职。他能力品行都很不错，倒是能帮我管理好星途汽贸。而且张家是我复仇路上的一大助力，我必须征服他。那张小姐觉得什么样的人合适？当然是让公司发展得更好，做出不俗的成绩，甚至让公司更上一层楼的人。很显然，你这种纨绔子弟没有这个能力。
张小姐那么不信任我，那我们打个赌吧。赌什么？就赌我可以带领星途技贸更上一层楼，还可以让星途技贸走向世界。如果我赢了，你给我当1个月女佣，我说什么是什么。没有这个能力。赌不赌吧？你输了呢？如果我输了，我就从这个位置上滚下，你来当总裁。好，既然你认不清你自己，我就跟你打这个赌，让你知道你现在的样子有多么的可笑。认不清楚自己的人是你。行了，楚北辰，别光在这吹牛。今天公司的人都在，公司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发展，我猜你连怎么做都不知道吧？你教我做事。从今天起，星途汽贸放弃燃油车市场，改做新能源汽车。荒唐！现在新能源汽车连最基本的电池续航技术都没有攻克，用户接受度极低。你居然要放弃之前的燃油车市场，转投新能源汽车？你是想毁掉星途汽贸吗？总裁说的话，照做就行，别那么多问题。告诉你，对，我还得收购易兰公司，这件事你去做吧，去吧。易兰公司，他们转投新能源汽车已经失败，濒临破产，收购他们就是照做。好，我倒要看看你会败多难看。一个纨绔子弟，整天在这异想天开，简直不知所谓。跟我打赌，输定。大少爷，你看那个张副总的眼神怪怪的，不会是看上他？我看上他能怎么样？那个女人高傲的很，她不像我温顺乖巧。她这么傲慢的女人，总会激起我的征服欲，而且我有不得不征服她的理由。哦，对，她不喜欢男人。叶兰那边，下流。等等，依兰那边怎么样了？叶兰那边不愿意被收购，只愿意接受15亿，并且让出30%股份。依兰老总认定15亿研发金是够的，其实根本就不够，30%太少了，我出50亿。依兰这家公司我志在必得，你告诉他，我给他50亿研发资金，条件是我要完全控股。50亿，50亿，公司现在最多只能拿出20亿，没有那么多钱。钱的事我搞定，50亿是依兰老总无法拒绝的价格。这件事倒能敲定，接下来我必须在新能源汽车政策出来之前完成部署，那就要加快进度。花50亿收购一兰一个破公司，大少爷还真是钱多。对，本少爷啥都不缺，就是不缺钱。还有，马上去联系经纪公司，找个明星来代言一下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我要好好宣传一下。你还真是盲目自信，现在八字还没一撇，开始请明星代言了，觉得可笑吗？我让你做，你就只管照做。我劝你还是放弃吧，打赌的事情我当做没有发生过，你继续回家你的酒池肉林，不要跟我混这个事情。那么怕我，怕打赌我赢，没关系，当我的女佣可好玩。注意你的言行举止，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那我就先对你不客气。够了，只有本少爷能征服你还不够格。张小婉，收起你的傲慢。我比你想的更了解你自己。你不喜欢男人，喜欢女人。你怎么不知道我的秘密？这不重要，我一定会让你体会到男人的快乐。到时候，谁知道你会不会女吧？你进来一下。这是什么感觉？我从未体验过，甚至我很喜欢。我这是怎么了？50亿，去把麦龙滩 A 区的所有地皮卖。那些地皮运作好，未来价值100亿都不止，为什么现在50亿就要卖？地皮价值毋庸置疑，但是投入资金和时间成本太大，我没有时间，不如把资金放到更大的利益上去。你为什么要坚持掌握易兰完全控股？易兰很重要。没错，很重要。易兰能否攻克新能源汽车续航的问题，
是以后新能源市场会不会火爆的关键。只有掌握了这项核心技术，我才能够垄断新能源汽车市场，更好有资本与许家对抗。哟，想我了？你让我找的明星，我正好手里有2位，一位是娱乐圈的大咖季晚白，还有一位是吴希儿。目前还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她被人称为清纯玉女，很受欢迎。季晚白，算你有眼光，知道选影响力大的季晚白，毕竟她……哎不，我要选的是吴希儿。什么？我不想什么事情都跟你说2遍。吴希儿，去办。你真是无可救药，放着大咖不用，却用什么吴希儿？你该不会是看上他了吧？你不懂，我不怪你。我就看着你怎么一步一步的作死。对了，一兰的老总陈毅说今天晚上想跟你详谈。你告诉他，晚上9点山河剧见。你可以走了。大少爷，你为什么要请一个小明星代言啊？据可靠的内部消息，后天金凤奖将宣布吴希儿是最佳女演员，到时候吴希儿的人气一定会超过季晚白。原来如此，你好厉害。那一兰的老总会同意让你完全控股吗？我有他没办法拒绝我的理由。许少爷，您再多宽限我2天，我很快就能筹到钱。把本少爷的话当耳旁风吧，真以为我许氏财团的钱是那么好借的？没有，我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就赶紧签字画押。当初你借钱搞研发，我们可是写了协议，如果不还钱，就用你的丽兰公司抵债。别跟老子废话，要不然我就给你放个血。许少爷，您高抬贵手，一兰可是我的心血啊！按着他双腿，按手印，住手！楚少爷，没事，交给我。他欠的钱我。朱北辰，你知道在我面前捣乱是什么后果？你知道在我面前是什么后果？看来我许家这些年过于低调，竟然这么一个废物都敢在我面前狂吠。我现在再给你一个机会，跪下道歉磕头，或许我还看在我表弟楚天佑的面子上赏你。我也给你一个机会，跪下磕头道歉。我看在你姑妈许南飞的面子上，真他妈给脸不要脸！既然你找死，动手！居然这么大，想干什么？你2个选择：跪下道歉，非你让我道歉，做梦！是许氏财阀的少爷，也就断我一条腿！楚北辰，你敢打我？还敢杀了你！以后你见了我，尊重一点，不然我就把你那条腿咬。楚北辰，今天的事我记上了，给老子等着！你把许少爷给打了，怕是许家人放过你。许家掌中玩物而已，怕什么？我秘书联系过你了吗？多谢楚少爷的投资，但我只需要15亿就够了。攻克新能源汽车续航问题，15个亿不够，给50亿，我投你。你就是不想让我完全控股。楚少爷竟然什么都了解，我就更好奇了。你就这么看好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如果我跟你说接下来会是新能源汽车的时代，你信吗？我很佩服你的魄力，但以今天的市场环境，一没相关的政策扶持，2没有用户认可，如果不是你找上门来，我可能都放弃了。你要是有什么担忧的话，咱们2个签对赌协议，我去开辟新能源汽车市场，让以后成为新能源汽车的时代，一兰会走进世界。如果我做到，控股权归我；如果我没做到，50个亿照给你。你觉得按你说的？真的？真的？好啊，我跟你赌。那咱们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大姑，我好疼啊！大姑，爸，行了，废物东西，连一个小畜生都敌不过我。楚北辰在我眼中一件东西，竟然敢以小犯上，楚家真是好样。看来是时候给楚家教训，忘了谁才是真正的经营霸主。大哥，区区一个小杂种，交给我来解决。更何况现在跟楚家撕破脸，会打乱你吞并楚家的计划。不行，楚氏子将改姓许了。
这个楚北辰真是无法无天，他竟敢动手打千哥。不过他还是够蠢的，我正愁不知道怎么对付他呢，他就自己把把柄送上门来了，把价值那么大的一块地给卖了，买那么个破公司，这就让罢了告他的状举。天佑，先不急。为什么？第一，时机还不成熟；第二，主动告状未免太过明显。我们要等到事情持续发酵，那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然后夺回公司，拿到楚北辰母亲的股份，让那个小杂种彻底完蛋。具体怎么做？你不是有一些媒体的朋友吗？让他们好好报道一下楚北辰的愚蠢行径，最好闹到楚氏财团的股票受到影响，你爸震怒，他就完了。好，这就联系。既然楚北辰自己作死，那我就成全他。楚氏财团大少爷楚北辰公然宣布放弃汽车市场，转投新能源汽车，卖掉麦龙滩 A 区的地皮，收购濒临破产的小破公司欧阳永兴，这一系列的新闻都被媒体大肆宣扬。所以你已经成为精灵的笑话了。现在精灵所有上层圈子的人都在等着你失败。很淡定。我得谢谢他们大肆帮我宣传。现在整个精灵都知道本少爷在做新能源汽车，热度递增。这都是负面热度，毫无用处。你简直是无可救药。要干什么？收起你的花拳绣腿。你干什么？楚北辰，你疯了吗？对你的惩罚，以后对我说话客气点。你打赌失败，我一定不会放过你。跟你打的赌我不合适，等你当我的女人，我再好好调教你。喂，少爷，这个技术已经攻破了，我们成功了，抽空你来试驾。好，我这就去。OK。OK。好车，开那么快？怎么样？是跟燃油车不一样，提速非常快，全程静音，专业赛车都能跑过，我很满意。我们也算不辱使命了，但是后续的销量依旧是个问题。销量不成问题，马上开启线上预售。车刚造出来就开始预售，会不会有点太着急了？根本不会啊！第一辆突破续航问题的新能源汽车是国产研发制造的，这个噱头足以让所有网友关注的。再加上马上新能源政策的下放，一定会大爆。政策？你怎么知道的？稍等一下。喂，北城啊，家里有贵客，你回来一趟。谁呀？居然能被老头子称为贵客？不好意思啊，我这还有别的事情要处理。老弟啊，喝茶。这丫头啊，多年不见，越来越漂亮了。北城啊，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常提及的张氏财团的掌舵人，你张叔叔。旁边这位是张家的大小姐张小婉，她现在在星途汽贸当副总，你们俩应该见过吧？张伯伯，张小姐，没想到您是张家千金呢。我说你这孩子怎么不懂礼貌？老弟啊，坐。我也是现在才知道，我这孩子在你公司上班的事情。他呀是不想靠我帮忙，想证明一下自己的能力，给您添麻烦了。张老弟啊，言过了，我们俩20几年的交情，谈何麻烦呢？楚兄啊，我看北辰和婉儿他们年龄相仿，也到了适婚的年龄，不如我们两家联姻。联姻？北辰是个好孩子呀，我听说前段时间投资麦龙潭 A 区的地皮，3天就狂赚35个亿呀，能力卓然呐，我是非常的欣赏。北辰啊，你觉得怎么样啊？联姻的事儿我没有问题，全天爸跟伯父的。好，那我们就商量一下婚期。爸，我不同意。我说你这孩子到底怎么回事？能跟楚家联姻，对我们两家来说都是大好事。怎么，你是不喜欢北辰？
一个纨绔子弟，整天出入风花雪月的场所，人品极差，能力更差。这种人，我为什么要喜欢？婉儿啊，他以前的坏毛病确实要改，但是他的能力啊，并非那么差劲。麦龙滩 A 区的投资就是最好的证明。楚伯父，您是被他的花言巧语给蒙骗了。什么意思啊？做出麦龙滩 A 区神投资的人，根本就不是他，而是楚二少，是他抢的功劳。而且麦龙滩 A 区这块地皮，现在许多商业大佬都非常眼红。而他转头就以50亿的价格给卖了，去投资新能源汽车。北辰啊，这是真的吗？真的。你是怎么想？你为什么把一块十分有前景的地块给卖了，去投资什么新能源汽车？那当然是因为新能源汽车是未来趋势了。别胡说八道了，还未来的趋势，你都成了精灵的笑话了。你在说什么？您最近调理身体，封闭了消息，所以不知道楚北辰收购新能源汽车的新闻闹得沸沸扬扬，遭到了全网的嘲笑，还害得我们财团股票大跌，短短1天时间内分发了10个亿。还有这么个事儿？楚兄啊，淡定，你我都是投资人，这做生意嘛，有所亏损也属正常。如果只是这样，那就好了。你这是话中有话呀。干脆点说，楚北辰花了50个亿收购了一兰那家破公司，这又是怎么回事啊？我给您解释一下，一兰是一家快要倒闭的破公司，而楚北辰花了50个亿去收购它，所以我有理由怀疑他是在转移资金。转移资金？对，否则一家快要倒闭的破公司，他为什么要花50个亿去收购？那确实啊，老公，我一个不懂投资人都知道。不可能用高价去收购一个毫无价值的东西，除非他另有所图。楚北辰，你用50亿去收购一兰，是真是假？真的？怎么了？赶紧给我解释清楚！我用我卖地皮的钱去收购我看好的项目，我解释什么？爸，您看楚北辰连一句解释都说不出来，他转移资金这个事儿实锤了。你一直纨绔放纵，我都没怎么严管你，现在你居然背着我转移财团资金了！老公，你不要太生气，都怪我没有好好管教他，才让他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你消消气。和你没关系，都是这个逆子一手造成的。亏我还想着帮他找一门好婚事，竟然背着我转移财团资金。我这张老脸都给他丢光了。哎，楚兄啊，这些都是小事。不过既然我女儿不同意，那么联姻一事就当我没说。你这混小子，赶紧给我跪下，向你张叔叔保证下不为例。请求你张叔叔再考虑考虑。他们家不跟咱们联姻是他们张家的损失，我跪什么？我能有什么损失？楚兄，我看这事儿吧，就真的不用再考虑了。张老弟啊，容我好好教训这个逆子，给我跪下！我说，跪下！北辰，你要把你爸气死才甘心吗？听你爸的，快跪下！我没做错什么，我解释。爸，您看见了吧？楚北辰这是死性不改，在您面前他还敢这么嚣张，他哪一点有资格继承财团？有资格继承财团的人只有一个。我收购一兰公司，就是因为它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可笑的是，各位一个都没看到，可悲。一兰都快倒闭了，你还指望他给你挣钱？你知道我们所有人都是白纸好糊弄是吗？我的好弟弟，你个人定位很清晰。对，我的意思是，在座的各位都是。我收购一兰公司，其实是在投资新能源产业。新能源产业的潜力巨大，未来必定成功。需要我解释？必定成功。婉儿啊，你在国外深造回来，对汽车领域你是非常专业的。投资新能源汽车能成功吗？我不敢说的那么绝对，但是现阶段如果投资新能源汽车，那绝对是死路一条。听听，你听听，你还有什么可以狡辩的？真好笑，你们不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吗？
你们不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吗？我投资麦龙滩 A 区，说3天赚35个亿，没人信我。我说这块地皮会纳入新区新都建设，你们还不信。结果呢？麦龙滩 A 区的投资是他做的。上回你不过凑巧蒙对罢了。既然你楚北辰这么有自信，那我赌什么？就赌新能源汽车能大爆。你要是输了，就把新图集。我赢了呢？怎么可能？这样吧，我还有20亿资产，你要是赢了，全给你。好弟弟，你上赶着跟我争，何乐而不为？我大少爷，大少爷，楚北辰，你们公司的人这么着急，公司出大事，你那50亿投资全都打水漂了吧？还真的出大事了，大少爷，你太神了！真的出了相关的政策，我们的预售才短短3个小时，销量就超过了23万辆。销量就超过了23万辆。什么预售？连续航都没有，怎么会突然开启预售？知道，就在前些天，我们已经攻克了续航的问题，在大少爷的建议下，我们开启了预售的模式。没成想一下子这么火爆。预售超过20几个亿，最起码也得赚20个亿。这北辰投资了50个亿，瞬间就回本了一半。这世界疯了还是我疯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数据真吗？有没有存在被动手脚的可能？绝不可能，数据完全真实可靠。大少爷，你真的开辟了新能源汽车的时代。我现在太……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我们现在要不要先暂停预售模式啊？因为之前我们没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局面，我怕后续生产线那边跟不上。不需要，继续预售，再大的单子我都吃得下。这我就放心了。那行，没什么事，我先回去忙了啊。诸位再见。还需要我解释什么吗？原来如此，你做得很好，做得很好啊！这么好的一个女婿，差点让我给搞丢了。北辰说的对，我呀还真会后悔。这2家联姻的事儿不能反悔。好，爸，你输了，掏钱吧。妈，爸，我就是开个玩笑。开个玩笑，你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愿赌服输，这点你都接受不了吗？我可就那点家产，我要都给他，我1分都没了。还不是怪你非要打赌？好弟弟，你不是想赖账吗？你哥哥我的手段你也知道。明天把钱给你。乖，谢谢你啊，白送我20亿。张总，您太厉害了，眼光一绝呀！那吴希儿得了金凤奖，人气大涨，代言的新能源汽车爆火呀！原来这一切的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中。那麦龙滩 A 区的神投资也是你做的？是楚天佑，他想跟你争夺公司，故意捏造，想毁坏你的名声，好让高层都对你群而攻之。你现在说话还有点脑子？怎么，你不靠实力，就靠做这些下三滥的事，跟你哥哥争夺公司吗？爸，我……董事长刚得到准确的消息，网上大少爷的负面舆论全都是二手电散播。我觉得您应该知道，所以汇报一下。我知道了，逆子。爸，我错了，我知道错了，我也是被逼的没办法，你饶了我吧，我就这一次。小混蛋，我怎么饶恕你？为了跟你大哥争夺，竟然不顾财团的利益，我对你太失望。爸，你第一次打我，我不仅要打你，老公，我还要收回你在楚氏集团的一切权利，弄清你所有的资金。好弟弟，我输。北辰，弄死你！你怎么了，天佑？男人！张老弟呀，让你见笑了。没事儿，今天让我看到了一个超级商业天才的诞生，我真的是不虚此行啊！北辰，我向你道个歉，你说的没错，如果我不招你做女婿，确实是损失严重。我希望不要生我的气。哎，伯父，哪儿的话呀？这种情况，我也不会把我女儿嫁给他，理解？真是个好孩子，王儿，这门婚事应该没什么意见了吧？
我考虑一下。我说婉儿，你到底怎么回事？你还考虑什么呀？北辰这么好的男人你都不要，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男人？我就是还没想好。我真不知道你想要什么。伯父，联姻这种事儿，得双方同意，让他再想想吧。好吧，既然北辰都这么说了，那行吧。好小子，你干得非常好，爸爸非常满意，继续保持。老伙计，咱们俩也该好好叙叙旧了，就让这俩孩子啊，正有此意。走。你打赌输了，我说话说的嘴有点干，手也酸，帮我倒杯茶，帮我按摩。倒茶可以，按摩不行。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恶心。张小婉，你赌输了。你现在的身份是我的女佣，别说让你给我按摩，就算让你陪我睡，你也要洗干净，乖乖的在床上等。往上，再往上，往上点儿。楚北辰，我打赌是输了，我愿赌服输，但是这不代表你可以羞辱我吧？羞辱你？我让我家女佣给我暖床都不过分，你就给我按摩，我羞辱你？我受不了男人。是，我知道你受不了男人，觉得男人贱、男人脏、男人臭，男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滚！要干什么？这里都是人。怎么了？是你。更好玩了。你都不知道怜香惜玉的吗？你现在不讨厌男人？服了？我不知道怎么跟佳怡说。徐佳怡，徐氏财团千金，你那个女朋友，那个女人我太了解了。你怎么会了解她？我要是跟你说，我连她屁股上有个胎记这事都知道，你信吗？这事只有我跟他爸妈知道，你怎么知道的？我被困在这1000年了，许佳怡这女人我太了解了，我当然知道。不得不说，这女人很有利用价值，或许征服她能加快我复仇的速度。你别管了，这事我处理。你处理不了，他对我感情很深的，要是知道我们在一起，他会疯的。你把他约出来，我去见面。我不仅能处理你们俩的关系，我还可以让他接受我跟你的关系。大少爷，陈毅来了。让他进来吧。好。大少爷，新能源市场投资火爆，您的神投资又成了。现在整个媒体界都已经疯了，他们都围堵在庄园门口，要对您进行大肆的采访。怎么样，准备好了吗？行，我知道了。好，那没什么事，我先回去忙了。好。少爷，您可真厉害，那么多人都不看好的投资，您居然都成了。的确，这2个神级投资几百年都难遇到一次。从收购一揽到请明星代言，还有后续的相关政策，一环扣着一环，看似荒唐甚至愚蠢，但是没想到竟然是神投资。北辰，你什么时候也教教我投资呗？好，手把手教你。手把手教你。大少爷，你有空教教我吗？行啊，那我手把手教。婉儿姐还在这儿呢，多不好。不喜欢。喜欢。啊，对了，我有件事你得帮我做。什么事儿？什么姿势我都会。小妖精，不是那种事。哦，我是要你帮我对外宣称，麦龙滩 A 区的投资跟新能源汽车的投资，不是我做的，是背后的神级投资人 C 先生，我只是奉命行事。为什么要这么做？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你是担心这2个神级投资吗？你是这么想的？不是吗？算是吧。大少爷，采访时间到了。你们2个赶紧去打扮打扮，跟我一起去享受我的高光时刻。
大哥，一个极度无能的小畜生，在 C 先生的帮助下，竟然连续做出2次惊人的神童子，还逼得你们来找我，有意思。大哥，帮帮我们吧！我和天佑输了那么多钱，一旦交出去，我们可就什么都没了。是啊，千秋，求求你了，帮帮我吧！小妹，你已经无能到连一个小畜生都解决不了。都是那个 C 先生在帮他。败了就是败了。大哥，给我们出个主意吧。我记得你们名下有个叫金湛的金融公司，既然楚北辰想要钱，那就把那家公司给他。但是那家公司已经无法正常运转了。我明白了，大哥的意思是要把这个烂摊子甩给楚北辰。没错，一家烂到底的金融公司，就算楚北辰背后的 C 先生再厉害，也一定会焦头烂脑。到时候再给他挖个坑，足以让他万劫不复。具体怎么做，不用我教你吧？不用，这个办法真是绝妙。我要让楚北辰也尝尝痛苦的滋味。还打个屁球啊！楚北辰，你连我大哥都敢打，现在还敢抢我的女人啊！他第一次都给我了，你的女人，我还能更混？楚北辰，你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是许家小姐，竟连我的主意也敢打！够了，这个日本商业政府，就凭你还想管教我？就这个，你也不回家拿尺子量量？哼，楚北辰，这可是我高价请来的保镖之王，你要是不想被他打得满地找牙，就立马给我，然后跪在这里跟我道歉。就这个保镖之王，看把你狂的上！你想干嘛？你怎么知道我的癖好？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你内心渴望什么。你到底是怎么知道？我连婉儿都没告诉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可以帮你释放积压了20多年的欲望。从现在开始，你要对我言听计从就好。我是许家小姐，我身份高贵，这个我不知道。叫爸爸。爸爸，给我，我要。既然你这么饥渴，我就满足。我问你，我跟婉儿，你更喜欢谁？你们两个风格不一样，各有千秋爱。张婉儿，一会儿来公司一趟，我有事找你。你能不能不去了？乖一点嘛，办完事回来找你，好吗？嗯。佳怡刚才给我打电话了，她真的不生我的气了，而且还接受了我们2个人在一起这个事实。你到底怎么说服她的？就说服他呀。啊？不重要，你现在可以答应嫁给我了。嗯。那把双方父母约出来吧，见个面吧。好。亲家，这下咱们就是亲上加亲的一家人。北辰这孩子还望你多多照顾啊。这肯定是义不容辞。我就婉儿这么一个女儿，我肯定得帮我女婿啊。北辰呐，我可听说你上2次投资之所以能够大获全胜，是因为有个叫 C 先生在背后支持你，这是真的吗？真的。C 先生这种级别的投资大佬，你是认识的。这个 C 先生不会就是你吧？不愧是4大财团之一的掌舵人，眼光就是独到，一眼就看出。既然是 C 先生愿意帮助你，好好努力啊！对，听你老丈人的话，好好加油！来，那我们就先告辞了。成儿啊，你等等，
你打小就失去了母亲，我呢也一直对你冷落，让你连父爱也缺失了。你是不是一直都还恨我？你怎么了，爸？没事儿，孩子。当年我们楚家遭遇了重大的危机，这个许南之就如雪中送炭般的出现。他给我下了药，趁我神志不清的时候行了苟且。这件事儿让你妈妈伤透了心。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切都是许氏财团的许建国为了侵吞咱们楚家一手精心策划的骗局。有了许家的帮助，我总算是挺过了那个至燃的时期，楚氏财团也终于稳住了大局。我因为忙于工作，疏忽了家里。许建国这个畜生，他竟然指使许南之杀害了你的母亲。许南之对你的所作所为，我都心知肚明。只是许建国他一直虎视眈眈，当时你又表现得那么平庸放纵，我只能是静观其变。儿子，现在你终于可以独当一面了，爸爸很欣慰呀。Z 先生其实就是你吧，只是你发的一颗烟雾弹。之前呢，我还一直担心你斗不过他们许家。如今你和婉儿成了婚，有了张家的辅助，兴许啊，可以和他许家搏一搏高低了。跟我说那么多话，想让我原谅你是吧？孩子，爸爸不奢求你的谅解，因为爸爸犯的错，自己都无法原谅啊。最近我常梦到你妈妈，她在那边啊，好冷清啊。我要去陪她了，我要向她当面赔罪了。孩子，我这身体啊，怕是支撑不了多久啊。今儿啊，我就把咱们楚氏财团交给你。若还有什么希望的话，那就是我要在临死之前看到徐建国这个恶魔下地狱，以告慰你这含冤而去的母亲。我早就给他们买好棺材。楚天佑跟许南之打赌输给我的钱到账了吗？大少爷，稍等，我查一下。还没有，他们不会想赖账吧？他们想赖也赖不了啊。楚北辰，说什么屁话！本少爷看着像赖账的人。既然你这么说了，拿钱吧。我们手上没那么多现金，但名下有个金融公司叫金湛，它的价值远超于我差你的账。看你这么狂，我以为你有钱，原来没钱。没钱你给我说个鸡毛！你凑钱去，我没时间跟你耗。北辰啊，这家金融公司市值50个亿，天佑欠你20亿，现在愿意把公司给你，是因为手里没有那么多现钱，不然你以为愿意给你吗？就是，我还不乐意呢。但是愿赌服输，只能拿公司去给你抵债。据我所知，这家名叫金湛的金融公司，
就是一家亏损严重的空壳公司。不过我正要进军金融行业，现在金融牌照已经限发了，有了这家公司，倒是为我省去了不少麻烦。大少爷，他没说谎，确实值50亿。好，楚天佑，那我就允许你用公司抵债，你去办一下这个合同。大少爷，搞定了，这家公司现在属于你了。这家公司有问题。这家公司有问题，账目上亏欠了5000多万，而且所有的员工都已经离职，等于楚天又给了您一个空壳公司。大少爷，对不起，都是我没有看清楚，请您责罚我吧。这几天跪习惯了，没事儿，起来。谢谢大少爷的原谅，楚天佑太过分了，我去找他算账。没用，你现在去了，也只会被他们羞辱嘲讽。那我们不能吃这个哑巴亏，楚天佑欠你20个亿，就这么算了。我像吃亏的人吗？大少爷，你有办法？我就用他们给我的金融公司狠狠打他的脸就行了。妈，太好了，我们用空壳公司抵债，坑了那小子不说，还让他负了债。楚北辰那个小杂种，在知道我们给他的公司是个坑后，以他的性格，一定会通过金融的手段把钱给赚回来。但是他没有想到后边还有更大的坑在等着，走着瞧吧，他的下场一定很惨。我已经开始期待了。大少爷，你准备怎么办？楚天佑和许南之现在觉得我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会用金融公司把钱赚了。我觉得这是他们母子俩给我设的局。那现在怎么办？别担心，有我在呢。帮我看看股市情况。好。现在三阳股票的发展趋势迅猛，涨到6块5，买2个亿。这么多，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买入成功，已经涨到7块3了。不着急，等到9块的时候再清仓。好。大少爷，你也太厉害了，真的涨到9块了，你怎么知道的？我提前了解到三阳股票今天会操盘，把价格炒上去，到了9块5的时候全面卖出，割一波韭菜。操控股市，连这个都知道，太厉害了。清仓。好，清仓成功。刚刚这一波操作，我们直接赚了5000万，等于把账户上的亏损全部补齐了。等许南之跟楚天佑看到这个情况，表情一定很好看。这就是个开始，但是我现在有点火大，帮我去火。是。楚北辰已经接连投资几只股票了，果然，在他得知我们给他的公司是个坑后，以他的性格，一定会通过金融的手段赚回来。现在的一切在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妈的，我还等着那狗东西发现公司是个空壳之后气急败坏呢，没想到他居然短短的时间内投了股票，还赚了不少钱。他就是个草包，没有 C 先生不能赚那么多钱。这个 C 先生为什么帮他楚北辰不帮我呀？天佑，你舅舅当年也像 C 先生一样，做出很多神级的投资，被誉为精灵的神话。舅舅以前这么强啊！所以啊，可以按照你舅舅指导的计划进行。好，我马上注入大量资金在一只股票上，按照楚北辰的心态，看到了肯定不放过。先不急。为什么嘛？目标太大。那怎么做？你去找10几家公司，分别注入资金，去迷惑那个小杂种，让他以为这只股票真的会涨，然后让他自己跳进我们挖好的坑。这个办法好，我要让楚北辰输的连裤衩子都不剩。大少爷，同时有10几家公司一起注入了平和股票，这引起连锁反应，导致这只股票暴涨了5倍。10家公司同时买入同一只股，楚天佑是真当我什么呀？大少爷，你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这是楚天佑给我挖的一个坑，
为了引起我的注意，让我自己往里跳。楚天佑也太歹毒了吧！就他那个猪脑子，他想出来。那是许夫人。许南之目光短浅，就会耍小聪明，应该不是。在我看来，应该是许建国。许建国，幸好大少爷聪明绝顶，只要我们不投资，不会上当了。楚天佑欺负了我10几年，许南之想毁我，还害了我妈，他们2个战术都甩我脸上了，我不接不是我的性格。那大少爷，你要怎么做？买进平和股票20亿。啊！妈，楚北辰果然上钩了，他相信了这只股票会大涨，投了20个亿。意料之中，这毕竟是你舅舅出的主意。他楚北辰再怎么厉害，逃不出你舅舅的手掌心。舅舅也太神了，楚北辰这次必定要血亏。我很期待看他暴跳如雷的样子，太有趣了。不过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那个 C 先生没有传闻中的那么神。C 先生固然厉害，但他赶我舅舅是差远了。差不多了，入网吧。大少爷，你是有预知功能吗？怎么和你说的一模一样？10几家公司同时撤资了平和股票，这也导致了连锁反应。我们投资的20亿全部亏了。机操不溜。大少爷，你怎么一点都不担心啊？我们刚刚瞬间亏了20个亿。他楚天佑认为自己瞬间撤资让股票暴跌，我就亏了。但他没有想到，股票的涨跌只是一时的事情，他可以让股票跌，我就可以让股票涨。还能这样？当然，股市怎么想，我管。张伯父，可以开始。妈，我已经把股票都处理了，楚北辰投的那些钱全都被套住了，他会亏得连他妈都不认识。这是他咎由自取，他老老实实当他的大少，浑浑噩噩过一辈子不好吗？非要跳出来找死，老娘不发威，真觉得我好欺负。他现在肯定抱头痛哭呢，我都已经迫不及待看他是什么表情。这才只是刚刚开始，我要他楚北辰亏得一毛不剩，然后吐出楚氏财团的继承权，沦为乞丐，被赶出楚家。怎么了？楚北辰那狗崽子发了个短信给我，一定是把你骂得狗血喷头吧？不是，就2个字，谢谢。他不可能无缘无故发这2个字，这里面一定有问题。怎么会这样？现在什么情况？张氏财团投资了大量资金在平和股票上，在股市上面掀起了一阵浪潮。楚北辰投资的20亿原本被套进去了，但如此看来，不仅解了套，还让平和股市暴涨了20倍。怎么会？如此看来，我们前面做的所有铺垫，都是在给楚北辰铺路。等平和股票造势成功之后，他不仅那20亿没有亏，还让他大赚了一笔。所以他刚刚发短信来说谢谢，他是在羞辱我。该死的混账小杂种！可是他为什么能想到让张氏来投资，让他拿20亿解了套，还大赚了一笔？他当然没那个能力。又是这个 C 先生在帮他，肯定是他脑子里只有女人，没有 C 先生，怎么会逆风翻盘？本以为 C 先生浪得虚名，现在看来这是没那么简单。妈，现在怎么办？我不甘心。没事，你舅舅是金陵的商界神话，他楚北辰再厉害，逃不出你舅舅的手掌心。大哥，本来那个小杂种已经入套了，关键时刻 C 先生杀出来帮他扭转局面，不是我没用，是 C 先生太厉害了。是啊，舅舅，这 C 先生简直神了，他要是能为我们所用，那楚北辰分分钟被我们碾死啊！这 C 先生有点意思，得到他肯定能加快我们许家金陵第一霸主。舅舅，您人脉那么广，要不您找人去联系下 C 先生，把他从楚北辰那挖过来。徐总，以我许建国的名义邀请 C 先生。是。舅舅，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我一定要让这个楚北辰付出代价。一个蝼蚁而已，随手碾死。舅舅出马，一个顶俩，楚北辰，你的噩梦就要到了。原来你是这么说服他的。他吃这一套。乔姨竟然喜欢这个，我都不知道呢。我知道。是，
看得出来你完全拿捏了他。大少爷，许建国通过多方渠道找到你，想跟你会面。许建国要见你？他想见的不是我，是 C 先生。你告诉他 ，C 先生淡泊名利，清心寡欲，只见有缘人。婉儿，跟你爸说可以开始了。好。最近京里闹得沸沸扬扬的 C 先生，原来是北辰自己。许氏财团的落幕正式开始，还得需要许家义帮个忙。可是北辰让佳怡去对付自己的亲生父亲，这会不会有点太残忍了？对付我爸？谁？是我。你们聊什么呢？聊那么开心？哈，我们没聊什么呀。你怎么来了？我想你了，来看你们。徐总 ，C 先生有消息了。无妨，一个是我亲侄子，一个是我亲妹妹，你就别遮遮掩掩了，说吧。C 先生回复说，他淡泊名利，无欲无求，只帮助有缘人，拒绝见面。C 先生狂什么？舅舅都要亲自见他了，他还不见？确实有点狂了吧？无妨，这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中。像他这种独一无二的神级操盘手，若我一邀请他便帮我，那才有问题。继续邀请，他是个人才，三顾茅庐也不是不可以。我明白了。喂，出事了，徐总。什么事？出大事了！楚氏财团和张氏财团联合起来，一起进攻许氏集团。因为打了个措手不及，让许氏财团的损失预估超过200亿。两家财团联手对付许氏财团，怎么这么突然？一点征兆都没有，这可怎么办啊？是啊，毕竟是2个财团联手。确实不好对付啊，舅舅。慌什么慌？小狗和老狗的联合而已，何惧之有？张仲景和楚北辰，一个老废物，一个小废物，竟然敢冒犯我许家权威，给我绑了张仲景的女儿，敲打敲打他，让他知道许家的威严不可犯。是。父亲。这件事儿，让我跟着一起去办吧，别再让我失望了。多谢父亲，这次我一定办好。张小姐，公司出事了，需要你回来一趟。好，我马上回来。怎么了？北辰，我公司有事儿，我先走了。这段时间比较特殊，我送你。不用，你围剿许氏财团的事情还有很多事情要盯着，我就先走了。注意安全啊！北辰，不好了，婉儿被人抓走了。我知道，我一定把他救出。大少爷，不好了！我刚在楼下看见小婉被人抓走了。婉儿被抓走了？谁这么大胆子？你爸。许伯谦，竟然是你！你想干什么？听说你和楚北辰联姻了，那个小杂种，竟然敢打我！那你说，他要是看到他的女人被我睡了，那脸上的表情多精彩！你要是敢对我做什么，楚北辰一定不会放过你。楚氏财团马上就改名姓许了，他楚北辰马上就要连狗都不如，还指望他？你就乖乖的臣服于我吧。别碰我！住手！住手！你是真不长记性哟！你个傻逼，单枪匹马来，是来找死的吧？上次居然敢打断我一条腿，这次踩碎你的骨头，要你的命！是我要了你的命。好，忘了给你介绍了，这4个，他们每一个都是退伍兵，一个人可以打10个人，什么跟我斗？怕了，怕了就乖乖的滚一边去。好先生，先生，我是怎么玩弄你女人？或许本少爷心情好，给你留个全尸也说。你找死啊！手！都给我闪开！你要干什么？你不要过来！想干什么？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要再招我，我把你另一条腿也废了！我错了，我求求你，我真的错了。我本来就想杀你，但却便宜你，你不就仗着许氏财团吗？我今天就把你变成一个废人，让你亲眼看着我把许氏财团一层一层瓦解，改姓楚。不要！你们4个带我去，告诉许家，3天时间能让许氏财团姓楚。张伯父，婉儿安全了。你把我搜集的许氏集团所有秘密资料都放回去，我要让许建国入局。爸，楚北辰他说要3天之内让许氏财团改名姓楚，他还把我废了，一定要帮我报仇啊！爸，废物东西，这点小事都办不好，立刻把他送去医院。3天内许氏集团改名姓楚，大哥，那个小杂种今天敢废了伯谦，还大言不惭，这是对我们许家的威严的践踏。是啊，舅舅，这小子压根就没把您放眼里啊。北辰，倒还真是小瞧你，早知道当初虐杀他妈时，就连他一起宰了。因为现在这么多事，徐总，不好了！怎么了？楚氏财团曝光了许氏财团财务造假、偷税漏税的事，这件事情官方已经介入，弄得全网皆知，造成了负面舆论极大。许氏财团的股票已经暴跌，财务统计预计超过1000亿啊！你说什么？这是我许氏财团的顶级机密，楚氏财团怎么知道的？这个损失还在持续增加，各大股东已经知道这件事情，正在全速赶往这里。您的电话都快要被打爆了呀！谁让你们进来的？混蛋！你干什么？徐总，许氏财团出这么大问题，你说该怎么办？现在损失这么大，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们一个解释？解释我会给的，但不是现在。你们放心，这次危机我处理好的。徐总，我们相信你，但公司每天都在增加损失，我们讨论过了，给你1天时间。1天后，如果你不能解决财团危机，就不要怪我们了。我们走。舅舅，楚北辰那小子绝对不可能想到这种办法来对付你，而且他也没有能力来曝光许氏财团，更何况用不着你提醒，这一切都是 C 先生在背后搞的鬼。无论用什么方法，把他给我约出来，见他。徐总，我在大厅外听到小姐跟 C 先生打电话，关系好像很亲密的样子，我想应该能引荐一下 C 先生。去把佳怡叫过来见我。是。你们都出去吧。好。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你跟 C 先生认识？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他刚刚还电话叫我去吃饭，我说晚上有事就没答应。答应赴约，见他。爸，他恐怕不会见你。那你就爬上他的床，满足他的需求，只要他能够答应见我。所以，为了财团，你竟然可以牺牲你的女儿？我养你这么大，总该做点贡献。你爸疑心很重，为了让他入局，需要他身边最亲近的人把 C 先生的消息告诉他。你愿意帮我吗？好，我答应你。C 先生最近名声大噪啊，原以为是和我年龄相同，又或者比我年长的前辈，没想到这么年轻，跟我女儿一样大吧？我还挺喜欢你女儿的。C 先生喜欢就好，你以一己之力让我许氏财团陷入危机，手段高明，我很佩服。但现在我要你停止帮助楚北辰，并且转身帮我。说好处，你想要什么？许氏财团20%的股份。哼，20%，换算出来都2000多亿了，未免太贪心了。徐总每天都在亏损，对于许氏财团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我来解决这个问题，还帮你除掉张氏财团跟楚氏财团。再说，我是看在你女儿的面子上才帮你的。
20%太多了，我最多只给你10%，那就没得搞。等等。等等，还有什么事儿？你的条件我答应了，立马准备一份股份转让协议，现在就要。行。说吧，我要怎么做才能解决我财团此次面临的危机？第一步，补回你亏损的1000亿，让股东平息怒火。具体呢？立丰股票最近已经多次高送转，明日将会复权，最高成交价2049.5元，而现在的最低价是5.54元。希望您把握住这次机会。立丰股票的名气很大，我知道，但你怎么知道明天会复权？又怎么精准知道会足足翻370多倍，又精确到1分1厘？办法我告诉你了，走不走你自己选。哼，备车。是。唉，就允许你坑我，也没规定我不能坑你啊。C 先生横空出世，做的所有的事情都证明他是个超级天才。可立丰股票的事情真的准确无误吗？万一是假的，我就没有退路了。舅舅，出大事了！大哥，快看股市！我没叫你们来，就别来烦我。大哥，这次是大事 ，C 先生投了立丰股票整整100亿。看来立丰股票的事是真的。是啊，大哥。立丰股票明天复权，会翻足足370多倍。真的吗 ？C 先生投资了100个亿，足以验证真假。喂，通知会计，整理集团所有的资金，全部投立丰股票。妈，我们要不要跟着投？当然要投啊 ！C 先生的消息从来都是准确，更何况他自己还投了100亿。快，整合所有的资金，全部投立丰。好，等我们大赚特赚，再来找这个小杂种报仇。围剿许氏财团的事情进展的怎么样了？你不用担心这事儿，有我在，好好休息。大少爷，许建国投资了1500亿，许南之跟楚天佑分别投资了50亿。据我所知，这是他们可以流动的全部资金，就等于你用100亿让他们入套了。大少爷，你太厉害了！人性的欲望罢了，掌握了他们的欲望，就等于掌握了他们的生死。该是我们。今天我召开这个董事大会，就是要给大家一个交代。这次我许氏财团的危机，我绝对能处理好。相信大家对 C 先生都很熟悉，他已经答应帮我，再给我点时间，我就一定能处理好。我看不一定吧。楚北辰，好久不见啊！哎，不是，也没多久。滚出去！这里是许氏财团，岂是你这种阿猫阿狗就能做的？许家主火好大哦，好威风哦！我还没找你算账，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但是现在我懒得搭理你，给你一次机会，自己滚出去，还能多活2天。徐家主的意思是想先解决内部问题，再找我算账。那本少爷就要看看你找我算什么账。来人，把这毛头小子给我扔出去！你们都聋了吗？我说，把这个毛头小子给我扔出去！大少爷，事情吗？小畜生，你干了什么？你现在不应该好奇我做了什么，你应该关心的是你买的股票，我听说就要跌停喽。没有 C 先生暗中助你，就是个废物。你有什么资格对我指指点点？舅舅，舅舅，不好了！你们来干什么？这里是办公室，出去！舅舅，立丰股票刚刚跌停了，我们投的钱全部打水漂了，怎么办？怎么可能 ？C 先生的投资是不会出错。许先生，眼熟吗？你眼熟吗？你
C 先生、楚先生，不可能！你就是个废物，你怎么可能是 C 先生呢？楚北辰就是名声大噪的 C 先生。不，他就是个废物。可是 C 先生还投了立丰100亿，一个废物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魄力？徐总，我查到了 ，C 先生投资立丰股票的100亿，资金出口是一个小公司，这个小公司包装的很完美，让人很难分辨，实际上是属于楚氏财团。我就说哪里不对劲，C 先生好像就知道我在犹豫一样，果断投了120亿。原来这一切都是圈套。楚北辰就是 C 先生，那他一直都在戏耍我们。这不可能！为了引你们入局，我得一步一步来，很辛苦的。所以，麦龙滩 A 区新能源汽车的投资，都是你在为 C 先生造势，让我心生拉拢人才的想法。然后你联合张氏财团，让我许氏财团陷入危机，让我有求于你。这一切的一切都在你的计划之中。喂，对喽，跟你这种老狐狸斗，我必须步步为营。你真是个怪物！谢谢你，我承认是很厉害，我甚至都想拍案叫绝了。尽管花100亿拉我下水，但你还是太弱了。你只是让我损失了一大笔钱，可我有许氏财团，只要给我缓冲时间，我照样恢复。你所做的一切依旧白费，你斗不过我。你身为许氏集团董事长，拿公款去炒股，赔得一干二净，你觉得各位股东愿意吗？那也是我许氏财团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是跟我没关系。你信不信我能把你从你的位置上扔下去？楚北辰，你是不是一时得意，脑子坏掉了？你有什么资格弹劾我？我是没资格。那我要是加上第9档，再加上第8档，我要是加上所有人，你们干什么？都给我坐下！我说，都给我坐下！没听到吗？哎，各位股东，我有私事要处理，辛苦你们先避让。你们干什么？我才是许氏财团董事长，都给我回来！小军生，你别得意，你以为拉拢了几个股东没用？我有许氏财团60%的股份，拥有绝对控股权。许家主，你记得你给了 C 先生，就是我20%吗？没想到我许建国威风了一辈子，居然有一天连一个小孩子都斗不过。当初我要是没杀你妈就好了，跟你联手，整个金陵，不，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你杀了我妈的那一刻，就该想到自己是什么结果。楚北辰，你又想干嘛？舅舅去杀你妈，为什么不去杀别人呢？是不是因为你妈有问题？你现在仇也算报了，别太过分了。跪下，道歉。怎么了？你又拿把破水枪吓唬我？你当我是傻逼啊？妈，救我！北辰，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你放过我儿子，我当你的宠物狗好不好？咱不救他，咱不救他！楚北辰，你就是个畜生！什么？害了你？你杀了我儿子，我要你偿命！嗯，林心姐，抽根烟没关系，这是个特别的喝。从今天开始，许氏集团姓楚。恭喜董事长！长！出来了，大少爷，北辰啊，
你干得很棒，爸爸为你自豪。是啊，从一开始就布局，一直到最后打败了许建国，这一步一步的，就像神来之笔一样，我很佩服啊。爸，伯父，谢谢你们帮忙。怎么还叫伯父啊？好爸，恭喜大少爷，终于完成了你的复仇计划。许氏集团现在也是楚家的，然后你又是张家的女婿，未来张氏企业也是你的。恭喜大少爷成为金陵的第一超级霸主。北辰，你知道吗？我最自豪的就是你是我未婚夫这件事。复仇这事儿也辛苦你。不辛苦，只要是为了你都不辛苦。你怎么了？我很抱歉，因为我爸让你从小失去母亲。哎，这事儿跟你没关系，我怎么会怪你呢？真的啊？那我以后非你不嫁。这孩子也不知道随谁啊，随你呀。